4000关口告急，金价周五收报4107，单日重挫1.29%，白银跌得更狠，一天蒸发超过2%，美债10年期收益率一夜飙到 4.75%， 多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可周末期货一开盘，金价又悄悄弹回4120附近，这一跌到底是趋势反转的开始，还是主力在4000上方的又一次洗盘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8月3号，星期一，周末休市。我们先回顾上一个完整交易日，也就是上周五的行情，再顺着周一早盘的重启，一起看看这个就业数据周该怎么布局。老规矩，郑重提醒一句，我说的所有内容都只是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请自己拿主意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行情上，上周五黄金收在4107，跌1.29%，白银收在57.79，跌2.09%，两个都是红的，白银跌得更急。第二，最大的推手是美债10年期收益率一周飙到 4.75%， 实际利率一走高，不升息的黄金就先挨打。第三，接下来最该盯的是本周五的美国非农就业报告，还有4160这道箱体上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整体的盘面情绪，上周五这一天，市场的关键词就俩字：避险失灵。你可能会问，明明收益率在涨，股市也有点慌。按理说，黄金这种避险资产该受到追捧，它怎么反倒跟着一起跌？而且白银跌得比黄金还凶。这恰恰说明，这一次压着贵金属的根本不是风险情绪，而是利率和美元本身。这一点我们后面会掰开揉碎的讲。黄金从周四的4160.61路滑到4107。白银更是从59.017直接摔到57.79，金银比价又悄悄升到了71上方，黄金相对更抗跌，白银掉队，这是弱势市场里很典型的一个信号。历史上，每当避险资产也跟着风险资产一起跌，往往意味着市场在集中降杠杆，大家缺的是现金，是流动性，什么都先卖了换钱，黄金也不例外。看懂了这一层，你就明白周五这一跌更多是资金面的技术性调整，而不是黄金的基本面出了什么大问题。这里我要跟你诚实的对个账，上周日的节目里，我给的判断是先看4077这道地板能不能守住。结果呢，上周五盘中金价最低探到4076附近，几乎是踩着这条线弹起来的。周末重启又跳空，高开到4121。这道地板暂时是守住了，所以别看跌了一根大阴线，4077的箱体下沿，眼下还没破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分析的出发点。顺带一提，周末这一次跳空高开也提醒我们，休市期间消息面是空窗，周一早盘经常会用一个跳空来消化情绪，别被这一下的高开冲昏了头，关键还得看它接下来能不能真正站稳，把镜头拉近。单独看黄金这根 K 线，周五这一天，金价高开在4135，然后就一路阴跌，盘中最低4076，收在4107，全天振幅接近60美元，是一根实打实的大阴线。从价格结构上看，它现在同时压在50日均线4174和200日均线4588的下方，两条中长期均线都在头顶。这在技术上是偏空的排列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人往楼上走，头顶压着2块天花板，每反弹一次，就容易被摁下来一次。那谁在主导盘面？暂时还是空头占着上风，但你也别急着看崩，因为4076这个位置买盘接得非常干脆，说明4000整数关口上方还埋着一批愿意抄底的资金在手。周一早盘重启弹回4121，
就是这批资金在用真金白银表态。所以眼下的黄金是多空双方在4100这一带贴身肉搏，谁也没能一锤定音。我把这根阴线的两面读法都摆给你，看空的会说，两条均线全压在头顶，又收出一根大阴线，趋势已经转弱，任何反弹都是减仓的机会。看多的则会反驳，最恐慌的时候4076都没能跌破，收盘还硬拉回了30多个点，这更像是空头最后一次试探。谁对谁错，就看4077和4174这两条线，接下来到底谁先被有效突破。再看白银，白银这次跌的比黄金急，单日2.09%，几乎是黄金跌幅的2倍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白银是黄金的高贝塔表亲，它盘子小，工业属性又强，涨的时候往往比黄金猛，跌的时候也比黄金狠，本质上就是黄金行情的一个放大器。金银比价从70.5升到71上方，也印证了这一点。在这种普跌的行情里，资金更愿意抱紧黄金，先撤出白银。所以白银今天的故事其实很简单，它没有自己单独的剧本，就是跟着黄金一起挨打，而且挨得更重。真正的转机要等金银比价重新掉头往下，那才说明白银的人气回来了。对想参与白银的朋友，我多提醒一句，白银这种放大器的特性是把双刃剑，行情来的时候它给你惊喜，行情不好的时候它也会加倍的考验你的心态。所以做白银仓位一定要比做黄金更克制一些。那到底是谁在周五按下了这个抛售键？答案很明确，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。上周五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口气冲到了 4.75， 比周四又高了7个基点。而在上周一，它还只有 4.61， 短短一周，收益率是一路往上窜的。这里我给刚入门的朋友把这个传导链条讲清楚。黄金本身不生息，你拿着它，它不会给你分1分钱利息，而国债会。当国债收益率往上走，尤其是扣掉通胀之后的实际利率往上走的时候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高了。同样一笔钱，放进债券能拿到更高的确定收益，那谁还愿意攥着一块不生息的金子呢？于是资金从黄金流向债券，金价自然就承压往下。打个最简单的比方，黄金就像一套不收租金的房子，国债则是一套能稳定收租的房子。当房租，也就是收益率越涨越高的时候，那套不收租的房子自然就没那么香了，价格也就跟着往下调。美元是另一只手，收益率上行往往会吸引海外资金回流，买入美元资产，美元跟着走强。而黄金是用美元计价的，美元一贵，对其他货币的持有者来说，金子就变得更贵，买的人就更少，这又是压在金价上的一层力量。所以你看，周五这一跌，压根儿不是什么恐慌性踩踏，而是收益率上行加上美元走强这一套组合拳，实实在在的砸在了金价身上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头就说，这次的下跌逻辑跟避险情绪没多大关系。顺便说一句，很多刚开始看黄金的朋友，习惯一跌就往是不是要打仗了，是不是经济要崩了上想。但真正每天在推动金价的8、9不离10，还是利率和美元这两个最朴素的变量。先把它们盯住，你对行情的理解就会一下子清晰一大半。顺着避险这个话题，我得补一句地缘和避险情绪的现状。坦白讲，上周五并没有什么突发的地缘大事件来给黄金火上浇油，市场眼下更多是被利率这条主线牵着鼻子走。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金价这次扛不住。当没有新的避险故事来撑腰，而利率又在往上顶的时候，黄金就失去了那块缓冲垫，只能顺着资金面往下走。但反过来说，这也埋了一个伏笔，一旦地缘或者风险事件突然升温，避险买盘随时可能杀回来，给金价一个向上的意外。这根弦我们心里始终要留着。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利率是眼下天天在起作用的慢变量，
而地缘避险是那种平时不显山露水，一旦引爆就来得又快又猛的快变量，两者随时可能换手主导。所以看黄金，既要盯着收益率这条明线，也要留一只眼睛盯着风险面这条暗线。利率的背后站着的其实是美联储，市场现在最纠结的就是降息的节奏。前一阵大家还憧憬着降息能来得快一点，可最近这波收益率往上走，其实是在悄悄告诉你，市场正在把更高更久的高利率重新计价进去。说白了，就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相信，美联储可能不会那么快、那么急的降息了。对黄金来说，这真不是好消息，因为只有当实际利率见顶，甚至开始掉头往下的时候，不升息的黄金才会真正迎来顺风。而现在，这个风向还没有明确的转过来，所以短期之内，美联储的每一句表态、每一个数据，都会通过收益率这个渠道直接牵动金价的神经。这也是为什么本周五的非农数据分量这么重，我们等会儿在展望里再细讲。你可以先简单记住两种剧本，如果接下来的数据偏强，通胀又有韧性，美联储就更有底气按兵不动，收益率维持高位，黄金短线还得继续受压。可如果数据突然转冷，就业明显走弱，降息预期迅速升温，收益率掉头往下，那金价随时能来一波像样的反弹。所以这几天，与其猜金价，不如先盯紧数据和收益率。从技术面来看，黄金现在的几个关键位，我给你划得清清楚楚。下方第一道支撑，就是我反复强调的4077，这是箱体的下沿，上周五就是踩着它弹起来的。如果这道线有效跌破，下面就是4000整数大关，那是多空的生命线，绝对不能丢。往上看，第一道压力在4160，也就是箱体的上沿，再往上是50日均线4174，多头必须先站上4160，再有效收上4174，才谈得上真正的反转，否则所有的反弹都只是箱体内部的挣扎。这里插一句，怎么才算有效突破？不是盘中瞬间摸一下就算数，得是收盘能站稳，最好还能连着站上1-2天才作数，不然很容易被主力用一根假突破的插针给骗进场。再看动能指标 RSI， 黄金14日的 RSI 现在是50.0，正好卡在中轴线上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性值。给你解释一下，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的指标，越高说明越超买，越低说明越超卖。一般70以上算过热，30以下算超卖。现在读数正好在50，意味着这波下跌既没有跌到超卖，也谈不上还有多强的下行惯性。换句话说，回调的空间还没完全走完，但也没到非反弹不可的地步。这恰好呼应了开头那个问题，动能是中性的，所以到底是反转还是洗盘，盘面自己还没给出答案，得看接下来这几个关键位怎么破。我特意提醒你留意一点，如果后面价格继续往下，可 RSI 却不再创新低，也就是出现所谓的底背离，那往往是空头力竭，洗盘接近尾声的早期信号。反过来，如果 RSI 跟着价格一起往下破位，那才要真正警惕趋势转空。眼下50这个读数，两种可能都还开着口，没有把话说死。白银的技术面也顺带说一下，白银下方支撑看57这个整数关口，上周五收在57.79，就在这条线上方一点点，位置比较脆弱，一旦失守57，下面的空间就会打开。上方阻力先看59，也就是周四的收盘位，站稳了才算稳住阵脚。白银的14日 RSI 现在是 43.2， 比黄金还要弱一些，同样落在中性区间，但明显更偏下，这跟它跌得更急是一致的，说明白银的下行动能比黄金更足，短线还是弱势格局。所以白银这边我的思路很简单，不失守57，就还在箱体里熬，真正的转强信号要等它重新站上59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认真的提示一下风险。
眼下这个位置其实特别容易让人做错动作，跌了一大根，看空的想追空，可价格又贴着支撑迟迟不破，抄底的又想抢反弹，两边都很煎熬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谨慎，越要保持冷静。这周五还悬着非农这个大雷，数据出来的那一瞬间，价格常常会先假摔或者假涨一下，把两边的人都套进去，再反手打回来。所以千万别在数据公布的那几分钟里冲动上车，仓位管理永远比猜方向更重要。给你一个特别实在的提醒，真正专业的做法，从来不是赌对一个方向，而是先想好，如果我错了，我在哪里认输，把亏损框在一个自己能承受的范围里，守住本金，你才有资格谈后面的机会。好，最关键的后市展望来了，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块，跟你说清楚。先说短线怎么看，短线我的核心思路就4个字，箱体思维。上有4160到4174这道压力带，下有4077到4000这道支撑带。在非农落地之前，价格大概率还是在这个箱子里来回震荡，所以我的建议是，不追多，也别猛追空，耐心等方向。具体给你3个关注点。第一，本周的数据，周一美国7月制造业 PMI， 周三服务业 PMI， 都是给经济降温节奏把脉的，而真正的重头戏是周五的美国7月非农就业报告，它会直接决定降息路径的定价，也就直接决定金价的方向。第二，关键位上，向上看，只有有效站上4174这条50日均线，才算反转成立，那时候才谈得上顺势跟多。向下看，一旦有效跌破4077，箱体破位，下一站就是4000大关，那是必须严防死守的底线。第三，收益率，死死盯住那个 4.75， 它要是继续往上冲，金价还得挨压，它要是掉头往下，那才是黄金真正的解放信号。我给你把2种情景再落到具体位置上。上行情景里，若非农数据不及预期，收益率回落，金价站上4160，再拿下4174，那多头就算真正翻身，短线有机会去挑战4200上方。下行情景里，若数据强劲，收益率续创新高，4077一破，我会直接把目标看向4000这道生命线，那时候就不是震荡，而是要防真正的破位下跌了。再说长线怎么看，把时间拉长到几个月，甚至更久。我对黄金其实是偏乐观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支撑黄金的那几根大梁，一根都没到。全球央行还在持续买金，去美元化的大趋势还在往前走。美国的债务包袱只会越背越重，再加上实际利率早晚有见顶的那一天，这些才是决定黄金中长期方向的根本。它们指向的是更高，而不是更低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，短线偏空，长线偏多。短期它可能还要在箱体里磨一磨，甚至再往下探一探，但那更像是给你上车的机会，而不是趋势的终结。换个角度想，过去2年黄金能从3000多一路走到5000上方，又回落到现在的4000一带，本身就说明这是一段大级别的行情。而大行情里的回撤往往又深又磨人，但只要那几根大梁还立着，回撤就更可能是中场休息，而不是中场哨响。那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这一跌到底是反转还是洗盘？我的判断是，目前它更像是箱体里的一次洗盘，而不是趋势的反转。理由很简单，4077没破， RSI 还在中性，这次下跌的推手是利率，而不是黄金自己的基本面崩了。但话说回来，这个判断有一条硬边界，如果这周非农之后金价有效跌破4077，并且收益率还在继续飙，那我会立刻改口，承认反转来了。反过来，只要有效站上4174，洗盘这个故事就彻底坐实。一句话，送给你今天的核心判断：
守住4000才有故事，站上4174才叫反转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这周非农之后，黄金会先跌破4077，还是先站上4160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最后，还是要再次郑重地强调一遍，以上所有的分析和点位都只是我个人的研究和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瞬息万变，真金白银进场之前，请你务必结合自己的情况独立判断，盈亏自负。任何时候都要对自己的钱多留一份谨慎。好了，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再顺手打开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上第一时间你就能收到我的更新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